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来宾到场，我们先欢迎陈立伟、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头条焦点赶快来关注到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中东战事已经正式的爆发了。今天会关心伊朗它的动作重击了美军的基地，并且声称他击中了林肯号航母。铁穹现在说以色列的铁穹也挡不住吗？川普则是扬言还会再继续的加大打击，打到4周为止，更预告会有美军更多人会丧命，也就是说会全力来打这场战争。美以伊战争已经全面开战，赶快来关心中东现在进入到了全面战争模式。本来在26号这一天这个阿曼调停人还出来说，谈得还行，和谈判虽然没有什么太多的突破，但是至少美国跟伊朗之间有取得一些的进展。结果没有想到，才隔不到多久的时间，28日，美国就已经联手了以色列，启动了这个川普叫做史诗怒火行动，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在12个小时之内，一共是狂轰了900次的空袭来进行。那美军出动了他的战斧巡弋飞弹、F-35逆踪战机，还有他的 FA-18超级大黄蜂等等。那么成绩的部分，我们看到最震撼的消息就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遭到斩首杀除之外，包括了48名来自于伊朗的高层也都全部团灭了。另一方面，川普再继续说，他说几分钟之内，当时发动战争的时候，摧毁了9艘的伊朗军舰跟多处的海军设施。以色列的部分加入美国，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他出动了200多架他的战机，打击目标超过500个目标，造成伊朗现在最新统计大概是近1000人的战损。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来看到伊朗的革命卫队也针对了美国的战损说出了一个最新数据。他说，美国有超过500死伤，传6名 CIA 的高官也都被炸死，这是来自于伊朗革命卫队的说法。但是美军说，目前的战损是3死5重伤，所以这数据上其实还仍有非常大的落差。针对于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攻击，伊朗方面也有立刻做反击，并且宣告没有红线。我们来看到伊朗的3层反击有哪些？首先，第一层包括了锁定了美军中东的命脉，也就是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还有其他多处的美军基地。这当中包括了在阿联、巴林跟科威特等等。第二个就是伊朗说的，美军的航母林肯号遭到伊朗4枚弹道飞弹给击中，战局进入了新的阶段，被美方给否认。最后一个是飞弹跟无人机，伊朗方面轮番上阵，压迫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的部分城市遭到袭击，造成了9死20伤。好，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伊朗真的敢这个无红线继续的做攻击吗？刚刚说了，攻打美军基地、打航母，美军也有非常3死5重伤，这是来自于美军的说法，但是伊朗的数字是更高的。伊朗真的准备全面跟美国来作对吗？吕舰长怎么看？其实这一次不管伊朗的想法是什么，美国的想法也就是要打出一个结果，不能再像去年一样。那如果说我们看到最新的 BBC 的新闻也就是今天早上的新闻，就是有关于荷姆兹海峡的部分。有关于荷姆兹海峡，其实现在已经发生船只遭受到攻击的一个事件，然后因为这个事件，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油价它一个飙升。那但是到底是被什么样的飞弹打到了，其实目前不知道，因为也没有提出相关的一个攻击的内容。但是我们如果从这一张画面来看的话，其实它的攻击点非常的高但是也不是高就不是反舰飞弹那我们日后看看共和卫队它是怎么样说明这件事情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呢，其实是今天下午1点07分的时候截出来的。那也就是我们看到 AIS 的相关的内容的话，我们就看到荷姆兹海峡在这个位置，其实几乎等于没有船只通过。那如果有特定的船只通过，应该就是跟
伊朗以及他的一个国防军或者是他的共和卫队已经打过招呼了。我们这边看到一群的，全部都是油轮啊。那这个油轮呢，为什么不敢通过？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赫姆兹海峡在这个位置呢，它其实对于伊朗来讲，它其实是有反舰飞弹的，无论从300公里到120公里，通通一应俱全啊。那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状况呢，那是不是他连航空母舰都敢打？他说他发射了4枚飞弹攻击这个林肯号，但是呢，林肯号它并没有相关的一个战损的报告。但是我们从之前红海的一个状况，我们就可以发现啊，这个无论是当时的胡塞组织，或者是现在的共和卫队，或者是伊朗国防军，他们通常都会说他们发射了几枚飞弹，可是实际上有没有命中是另外一回事啊。那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个有关于航空母舰打击群的这一个空中的防卫啊，不是只有那个林肯号就是航空母舰自己担任，其实呢，它会有外围的有可能大部分都是这个由伯克级的驱逐舰来担任，因为它具有神盾系统，可以因应来袭的各种的。无论是无人机或反舰飞弹，或者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这一个高超音速飞弹，虽然高超音速飞弹目前大家是说无法拦截啊，那但是伊朗有没有那是另外一回事。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状况呢，也就是我们讲到的伊朗，它不是它有没有决心要跟美国对干，是美国决定要跟伊朗对干。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持续请教委员又怎么看？因为伊朗说他有打击到这个林肯号，美军现在出面否认，那到底有没有可能？另外就是川普持续喊话，他说他会再打伊朗打4周，而且他还说会有更多的美军丧生，他是强人反击，还是一个选战前的豪赌？那川普说出动了 B2，还有这个沉寂的9艘军舰的说法，可信度委员又怎么看？应该这样看的哈，任何一个战争双方面的说辞都要存疑，不管是美国的说法、伊朗的说法、以色列的说法都要存疑。那任何事情要相信它，一定要 double confirm，就是说双方面都已经确认有这个事情，那个才是等级比较高、可信的事实。那如果只有一方面讲，另外一方面不讲，那你可以讲说，大概有可能性有60%以上是事实。那如果是有一边讲法跟另一边讲法不一样，那两边就是要把它搁置，等到事情厘清以后，俄乌战争我们就有这个经验啊。泽伦斯基说一大堆，说最后两边都说谎，这种几率很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叫做 double confirm 要做这个事。那以目前来讲说，这个到底川普要更激进的去打啦，或者林肯号有没有受创啦？林肯号有受创，到底有多大的受创？这个不能因为受创就好像他不能再打了，也不能这样子来解读。好，那你说这个美国能不能维护全球的霸权？美国本来就不是全球霸权了，但是美国在波斯湾还是霸权。所以你要是区隔这两件事情啊。那这个川普能不能撑4个礼拜？在战前好像你节目还有很多地方我都不断强调。根本没有办法估算他到底手上剩下多少弹药，或者说他剩下多少战斧飞弹，这个导弹那个导弹不知道，因为照道理他在俄乌战争消耗不少，他在以哈这个战争也消耗不少，所以剩下有多少，还是要把对亚洲地区的储备全部都搬过去啊。如果亚洲地区的储备全部搬过去，那还真的够。可是搬过去的话，那如果中国大陆突然之间来那一下的话，那你美军不是说很凄惨哦？是，所以不晓得他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至于全部搬过去，但是搬多少不知道。那这个至于 B2 有没有出动，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但是新闻上讲的，而不是这个正式官方版本。那所谓集成9艘军舰，那是美国讲的，伊朗这边也没有确认，所以我们可以让这个消息再等一点。但不管如何，我们在评估一个战争的时候，我们是用战损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战损角度是什么？比如说打掉哈梅尼是10分，然后这个杜拜的帆船翻掉被打掉，大概就是1分。换句话说，军用设施跟人员它的价值比军民两用还要高，然后军民两用比纯粹的民间的
还要来得高。那我们这样的评估起来的话，就像那个拳击一样啊，我打到哪里几分，打到哪里几分啊，这个统计结果谁赢？到第一回合打完了以后，确定是美国伊朗赢哦，这不用去否认它哈。那接下来伊朗会有什么样的反击力道？那伊朗会讲很多，美国也会讲很多，不要去相信，我们一样要用客观的数据来 double confirm 哦。那因为整个伊朗的高端阶层被端掉了嘛，这符合美国的战略，因为美国的战略讲废核，基本上只是他提高他打伊朗的正当性而已，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消除教士政权，把伊朗政权移交到民选政府手上去，或把革命卫队的权力移交到国防军手上去，他基本上采取这个策略。所以呢，伊朗里面有根深蒂固的经济矛盾跟民族矛盾。国防军、民选政府基本上都是波斯人，教士集团跟这个革命卫队基本上都是阿塞拜疆人，也就是他们是满清另外大多是汉人哦，新军都是汉人嘛，然后八旗都是满人，大概这种情形。那美国就想要趁这中间而入，我只要把你教士集团铲除，革命卫队弱化，那国防军就有起来的机会。他基本上是玩这个游戏。好，所以美国已经达成他所希望达成的目的之一。那其实现在呢，不管是美国或伊朗，可以看到双方都互不相让，也都说没有红线，会继续的打下去。这一场战争会不会从目前的空战变成地面战，甚至演变成一场区域战争？杨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应该不至于，但是并不能排除它有发生军事战争扩大的可能性。这取决于什么？这取决于不只是你弹药的这个库藏是多少，也取决于最重要是政治的发展跟变化，尤其是伊朗现在内部。那美国川普为什么要打伊朗？他的说法是：第一个，伊朗的核武绝对不能容忍；第二个，伊朗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恐怖主义者。这连国际媒体都不买这两个理由，那他在联合国安理会都这么讲。但是我觉得真正它的原因，一方面是在伊朗的一连串的暴动跟抗议之后呢，其实伊朗已经非常的脆弱，统治阶层很脆弱，哈梅尼也86岁，然后呢，以色列跟美国的情报看到了机会，趁你病要你命。那当然，如果把这个神权政府的高层能够干掉，一定会有比如说理性务实的接班者，或者是改革派是不是能够取代？后面的变化很难讲。但是呢，他们在过去长久以来对伊朗的渗透，那伊朗已经像个筛子一样，所以你才会看到这么精准。就军事而言，这是个精准的斩首行动。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川普跟内塔尼亚胡都有内部政治上的需求。你想想看，美国现在最高法院判这个关税无效，然后呢，淫魔案，川普的介入越来越多。ICE 现在在美国，这个是过街老鼠。年底的选举，美国的启动选举，所以川普需要一场军事胜利，尤其是过去46年来作为美国最重要的中东地区的挑战者威胁。如果能够把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尼一举干掉、斩首成功，他不是一天到晚就在这边很骄傲的吗？你接下来看，你川普一天到晚会讲这个事情，他的支持者会以这个为主要的一个外交胜利。内塔尼亚胡也一样，内塔尼亚胡政权现在几乎要这个下台了，现在都不用了。所以他有就是说，可能针对伊朗的情势的观察所采取的决定。那现在伊朗，你看到过去这超过一整天的这个回应打了8个波斯湾国家美国有基地的这些国家，加上以色列，那尤其是集中在以色列跟波斯湾周围的这些国家，那造成是有一些战损，但除了那个雷达系统之外，其他其实还好。伊朗说是打死了200名美军，但美国人说只有死3名，会不会再持续？因为第一天前面24小时，这是一种情绪上的回应，因为你打死我的最高这个领袖嘛而且不要忘记，我觉得《纽约时报》很多西方媒体都很刻意虚假的遮盖这个另外一件事实，它也造成148个中小学生的死亡。然后呢，这个东西看在伊朗里面
这个第一个24小时，甚至接下来1、2天，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很高的情绪会出来。那甚至会有一些孤狼式的那种恐怖攻击会出来。看到在德州已经出现了。你看到巴基斯坦跟伊拉克，他们要去攻占美国在那边的领事馆跟这个大使馆。可是它会不会再提升，就取决于我觉得就是看伊朗内部的这个就是政治的变化，它会走向一个集体领导，还是说多久新的最高这个元首会不会选出来，还是说内部会走向一个动荡、神权政府的瓦解？目前都不是很清楚。感觉上，革命卫队跟国防军大概不会去直接去取代新的这个政权，所以在态度上、言辞上强硬依旧，可是呢，在实际上后续的攻击上，这个强度会不会增强？我觉得还有待观察。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